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《藏海传7》彩蛋致敬《盗墓笔记》，童鱼、鬼玺、玉胎原型揭秘。古装权谋剧《藏海传》由肖战、张婧仪领衔主演，自开播以来热度居高不下，即将迈入最终大结局。有些眼尖的观众或许已悄悄发现，剧中竟藏有若有似无的《盗墓笔记》彩蛋。虽然官方并未证实两部作品有任何直接关联，但不少细节还是引发盗墓迷热烈讨论，掀起一波考古潮。接下来就为你一一解析《藏海传》中可能藏着的盗墓密码。1. 藏海。《藏海传》中最大的彩蛋，无疑就是主角藏海萧战士本身。虽然剧中设定他原名为蒯智奴，化名藏海，但这个名字却直接对上《盗墓笔记》的大 boss 汪藏海。事实上，《藏海传》在最初释出消息时，坊间就盛传这会是与《盗墓笔记》相关的衍生剧。尽管官方从未正面证实，但这个名字无疑吊出了不少老书迷的好奇心。在《盗墓笔记》小说中，汪藏海是传奇堪舆大师、阴谋家，参与设计了明皇宫、云顶天宫与海底墓等多处重要设施，并在这些地点中埋下长达数百年的长生局。他虽然从未真正出场，却凭借庞大的布局与思想传承，成为整个盗墓宇宙中最神秘、影响力最大的隐形魔王。如此巧合的命名与设定，自然也让不少观众忍不住开始挖掘更多剧中与《盗墓笔记》之间的潜在线索。2. 古墓。剧中各种古墓桥段也一直十分抢戏，特别是主角藏海本就是学堪舆出身，简直是动不动就往墓里跑。无论是一开始被丢进皇陵闯机关，差点送命，替皇陵休憩险些殉葬；潜入刘贤墓寻找藏有暗器的青铜匣，还是设局引诱东夏女王闯入永宁公主陵布下杀阵，每一次墓中行动都充满盗墓感。这些情节不仅紧凑刺激，也让观众联想到《盗墓笔记》的场景构架。相信在接下来的剧情中，一场气势磅礴的大型的宫戏码也势必也会是终局关键。3. 童鱼。剧中的童鱼可说是贯穿主线的关键麦高芬，不仅是藏海寻仇的重要信物，更是打开鬼玺之谜的钥匙。10年前，这组童鱼由藏海的父亲蒯夺中汉粮食自东夏带回，3条童鱼此后分别落入藏海3位仇人手中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藏海逐步揭开童鱼与鬼玺的秘密。巧的是，《盗墓笔记》中也有极为重要的蛇眉童鱼，据传是汪藏海亲手打造，上头刻有女真文字，其中暗藏云顶天宫的线索。小说中同样出现3条蛇眉童鱼，分别出现在七星鲁王宫、西沙海底墓与建二宫，与《藏海传》中3条童鱼的设定不谋而合，也因此让不少观众怀疑这部剧暗藏致敬巧思。4. 铁面生。在《藏海传》第1集中，救下年幼藏海的神秘恩人，一登场便戴着铁色面具，身份成谜。自此，面具人是谁，便成为观众讨论度最高的悬念之一。他为何协助藏海复仇？背后有何目的？在剧情不断推进后，这名角色的真实身份终于揭晓，让不少人直呼意外。而这位面具人的设定，也不禁让人联想到《盗墓笔记》中首次出现在七星鲁王宫的铁面生，同样是一名蒙面谋士，为鲁商王献策探索玉永与长生之道。虽然最终被君王兔死狗烹，但他竟设局诈死，成功以李代桃僵求得长生，只可惜最终却被张起灵一手掐死，千年大计毁于一瞬。5. 鬼玺阴兵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来自东夏的神秘宝物鬼玺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。它能召唤出刀枪不入、如同丧尸般的阴兵，
堪称改写战局的外挂神器。然而，鬼玺虽强，使用者却也要付出极大代价却。不过，即便被列为禁物，下令封存，仍有无数野心家与阴谋势力为之蠢蠢欲动。而《盗墓笔记》中也有鬼玺的设定，全名为鬼钮龙鱼玉玺，同样具备召唤阴兵的能力。据说这枚玉玺最早由鲁商王在盗墓时从一条巨蛇腹中所得，后来随王一同葬入墓穴。主角吴邪一行人曾在探墓过程中发现鬼玺，而张起灵后来更是亲自施展阴兵借道，借鬼玺之力召来地狱阴兵。除此之外，鬼玺还拥有另一重身份，也就是终极青铜门的钥匙。6. 东夏。剧中境外势力东夏是女主角香岸图张静一世的故乡，以擅长弓马骑射闻名。从剧情设定来看，以4位母系社会，世代皆由女性继承皇位，与中原王朝大雍的父权体制形成强烈对比。不仅文化风格独特，也为角色塑造带来张力。而东夏这个名字与设定，也不禁让人联想到《盗墓笔记》世界观中的神秘古国东夏。东夏其实取材自历史上真实存在却短命的王朝，经过作者南派三叔的重新构建后，更添其鬼色彩。其统治者万奴王正是云顶天宫的主人，代代皆与油盐共生，甚至异化为拥有12只手的怪物。这样充满猎奇与诡谲气息的设定，当年曾令不少读者印象深刻。7. 玉胎。在《藏海传》的剧情中，东夏女王为了加深与大雍的关系，特意进贡了名为玉胎的至宝。这是一种天然形成、极为罕见的玉石宝物。剧中玉胎是在藏海破解木工难题后得以现世，并被慎重地安置在风水极佳的宝地上，象征着两国和解。不料却迎来的却是一连串变故。这段剧情不禁让人联想到《盗墓笔记》中提及的奇物昆仑胎，又称的生胎。小说中记载这是汉代昆仑山巨型冰斗下自然生成的异宝，据说当地百姓曾发现过一个巨大如山的冰胎，外观为一名女婴模样，五官齐全，栩栩如生，因此被称作的生胎或昆仑胎。后来人们在其所在位置修建了昆仑童子庙，将其膜拜。无论是剧中的玉胎还是小说中的昆仑胎，都承载着自然造化与神秘寓意的象征。这样的对照与呼应，也让不少考据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